观音天大师言论财富人生，大家好，我是百年。转眼之间啊，2024年已经到来了。过去的一年里啊，有关国内的话题，百年写的最多的2个字就是变革。疫后经济的变革、地方财政的变革、房地产的变革、共同富裕和金融产业的变革，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口，一个变革的时代啊，显然正在加速的向我们走来。而一谈到变革呢，那就必然会涉及到新的财富蛋糕的生成，同时呢，也意味着旧的利益被打破。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那可能就是影响一生的机遇，或者说陷阱。所以啊，我们关注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经济还会出现哪些重要的变化。今天呢，百年就总结了2024年的7大产业关口和3大职业陷阱，以及3大投资机会给大家分享。如果觉得有帮助啊，还请关注百年，多多点赞。2024年呢，中国经济有3大趋势值得普通人关注，它们分别是政策趋势、人口趋势和消费趋势。它们衍生出了7大产业风口。首先啊，最值得关注的是政策趋势。产业政策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造富机器。无论是2003年国家首次提出房地产是支柱产业，2009年4万亿财政资金带动铁公鸡起飞，还是2015年互联网+的全面落地和2020年双碳目标的出现。历史上啊，每一次产业政策出现重大变动，无一例外啊，都会引发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并造就一批新富阶层。而展望2024年呢，最受国家政策青睐，普通人也能最大程度享受红利的行业，当属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比如说，我们观察2023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里面就提到啊，24年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政府会继续以新型举国体制大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里面主要涉及半导体产业。同时呢，政府还特别点明了人工智能产业，表示呢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顺应了去年全球人工智能大模型相继落地， AI 已经处于爆发前夜的世界潮流。说起 AI 呢，不了解的人可能会以为 AI 离普通人很远，只是 IT 圈的新兴产物，但实际上AI 对于普通人的工作已经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比如说 AI 加办公，想要写一篇公文，只需要5分钟调教， AI 模型就可以帮助创作一篇洋洋洒洒3000字的文章，甚至可以帮你设计 PPT， 代替原来2小时的工作。根据调查呢，现在在美国已经有过半的大学生用 AI 模型写论文和完成课堂作业，以至于各大学都针对性的提出了反 AI 工具，防止学生偷懒。在编程领域呢， AI 可以自动编码，在绘图领域AI 可以自动作图。它的出现就好像工业革命出现纺织机、汽车代替马车一样。汽车代替马车不会使司机这个职业消失，但它必然会淘汰只会驾马车不会开汽车的人。此外百年提示大家，过去2年大火受到高度关注的新能源产业已经走到了转型档口。2023年10月份，曾经的新能源汽车新秀威马汽车宣布破产。4月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中低端光伏产业标注为过剩产能。这2件事标志着新能源行业、汽车、发电2大赛道由高速增长期进入稳定增长期。然而呢，这并不是说未来新能源产业前景不好，只是百花齐放的时代已经过去。随着增量放缓、存量竞争加剧很快我们可能就会看到一批中低端新能源公司被行业淘汰，市场份额向头部集中。相关的风险呢，值得大家关注。说完了政策，我们再来看人口趋势。2024年，中国即将迎来历史上最大的60后退休高峰。从1963年到1970年，中国曾经出现过连续8年的婴儿潮，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人以上。以男60周岁、女55周岁，平均57.5周岁退休推算的话，2024年正是这一批60后们退休的最高峰。往常呢，一讲到养老和银发经济大多数人会最直观的想到养老院和医院，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因为这一批60后左右的中老年人群呢，刚进入退休市场，他们的身体尚且健康，不会对养老院或者说深度医疗产生多大需求。这一部分中老年人群现在的需求主要有2个，一个是退休娱乐需求，比如说中老年旅游。目前呢，各种旅游项目主要针对中青年设计，比如说很多的旅游城市的活动都是夜场多早场少。如何针对性的挖掘中老年的旅游的需求将会是2024年旅游业从业者们的重要课题。第2个是保健需求，比如说保健品、中药、体检等大健康项目。以中药为例，2023年全国中药材价格普涨，中药材综合200指数年度涨幅达29%，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年涨幅记录。中药涨价固然有资本炒作的因素，但是在全国通胀下行的大背景之下，中药材价格却能逆势大涨，背后多少反映出消费端的旺盛需求。第3个趋势呢是社会消费趋势。
最近2年，K 型复苏这个词语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到，指的是富人阶层经济快速复苏，低收入人群资产反而继续缩水的情况。在 K 型复苏的格局之下，社会上层、中层、基层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消费偏好。上层消费需求愈加膨胀，利好奢侈品、高端消费。2023年，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超过中国 GDP 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另一边呢，去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规模同比增长20%，远高于全球平均个位数的增幅。这些数字无一不在揭示着中国有钱人旺盛的购买力。然而呢，在另一边，社会基层却对于平价消费愈加追捧。2023年11月30号，美股上市的拼多多市值超越淘宝，一跃成为财经圈的重大新闻。值得关注的是拼多多市值的上涨是在今年中概股整体下跌的背景下实现的逆袭。此外呢，拼多多仅靠电商这一个主营业务就超过了淘宝的6大板块，证明其增长情况异常稳健。背后呢，多少反映出平价策略顺应了当前的基层的消费潮流。一边是有钱人消费越来越贵，另一边呢是基层消费越来越便宜，而夹在之间的则是中层的难以安放的焦虑。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快经济增长潜力下行，奋斗致富的性价比降低，中产家庭呢已经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慰藉心灵、缓解焦虑上，由此带来了文娱产业的新机会。参考国外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呢，日本动漫从日本经济的废墟中崛起，韩国音乐则是在韩国年轻人对于经济的焦虑中茁壮成长。与之相应的，疫情以来呢，中国文娱产业也出现了新的趋势，那就是国产的高质量文化作品愈加受到社会的欢迎。根据刚刚结束的2023年电影票房数据，去年全年电影票房543亿人民币，电影票房前10当中没有一部外国电影，是历史上的首次。其中像孤注一掷、八角笼中这类现实主义电影格外受到热捧，反映出民众通过文化作品参与社会议题的新潮流。以上呢就是在政策、人口、消费3大经济趋势下，中国即将迎来的产业风口。但是呢，在剧烈变革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风险。在此百年为大家提示3个职业的陷阱，2024年需要重点躲避或者提前做好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和建筑领域。自2021年以来呢，我国房地产市场呢已经连续3年下行，但是从一系列的指标上看呢，房地产行业的萎缩呢仍然没有停止。比如呢，数据显示，2023年下半年我们土地成交面积同比下降30%，土地成交的冷清对应着2024年房地产新项目会继续减少。另外呢，根据万德统计，目前主流市场研究机构预计2024年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继续下行6%左右。随着老百姓买房就是投资的观念已经改变，2024年我国房地产市场仍然会面临难题，而房地产需求的萎缩也会负面影响到建筑、土木工程领域，后者涉及到将近5000万的就业岗位，相关影响值得关注。第二个职业陷阱呢是金融领域。在1个月前的视频当中百年详细分析了今年秋天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高层对我国金融业的一系列布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那就是金融业要向实体经济让利，包括呢要降低金融行业员工的薪酬。此后一系列关于金融行业降薪的消息传来。12月8号，中国证监会发布征求意见稿，要求基金公司降低对于证券交易佣金的分配比例，让利给基民。这一要求将直接影响到证券公司卖方研究所的经营模式，被不少业内人士称为卖方研究的黄昏。12月28号，招商银行一则关于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的消息又引发行业关注。根据招行的报告呢，2022年该行追索扣回绩效5824万元，涉及2800余名员工。此后呢，关于银行业是否要展开新一轮降薪的讨论再度复起。总而言之呢，随着金融行业降薪大幕的拉开，2024年金融业高薪光环不再，已经不再适合年轻人入局，业内人士也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第3个陷阱呢，则是政府和财政支出领域，包括公务员、事业岗和编外外包人员。最近2年的考公热成为社会现象，公务员的稳定和相对高福利让年轻的人们是趋之若鹜。但是呢，百年也提示大家，公务员的高福利和考公热，国家也看在眼里。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愈发吃紧，在202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呢，国家高层再次要求政府要过紧日子，勒紧裤腰带。在上一次国家做出类似要求之后呢，公务员迎来了新一轮的普遍降薪，至今仍让很多人是记忆犹新。这次要求重提，是否意味着新一轮降薪的开始呢？百年虽然不清楚，但是一些边缘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比如说23年12月底，网上就爆出郑州公交公司鼓励员工自主创业、停薪留职的公文。作为省会城市公交公司尚且有裁员的压力，其他小城市的公交以及其他受政府补贴的企业接下来什么样，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呢，为了配合政府缩减一般性支出的方针，最近多地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集中发文，要求办公场所制热温度设置不高于20度，用电高峰时段设置在16度。最近一段时间寒潮来临，空调设置16度，实际室内温度呢可能只有10度左右，显然没法让大多数人满意。但这就是国家的大方针，也让很多体制内的人感受到了凉意。以上这些呢，就是2024年的职业机遇和陷阱。那接下来百年再分享一下我对2024年资本市场的观点。2023年呢 ，A 股行情无疑让不少股民失望，大盘指数是连续3年下跌，这在 A 股历史上呢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呢，投资永远讲究个周期轮回，物极必反。站在当下的时点最悲观的时刻呢已经过去。过去2年呢 ，A 股下跌的最大诱因是美元加息、外资撤退。但是呢，最近1个月事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通胀减弱，美国经济数据出现衰退迹象，美联储调高了降息的预期。最近1个月以来呢，美元开始明显走弱，美债利率大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也从压力最大时候的 7.3 升值到了 7.1 附近。展望2024年，美元降息，人民币升值仍然是一个大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之下外资有望重新流入我国的资本市场 ，A 股的困境反转是大概率事件，不必过度悲观。同时呢，美元降息不但利好 A 股，也利好黄金资产。作为美债的替代品，历史上多数时候美债利率下行也会推升黄金价格。特别是在今天，随着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信誉在消退，各国中央银行争相加仓黄金，对冲美元的风险。2024年呢，黄金的涨势仍然没有结束。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呢，去年年底我们刚刚经历了存款利率的下调，随着中国进入低通胀的时代存款利率长期下调已成定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一些纯债的公募基金和理财产品将受益于利率降息和债券价格上涨。更详细的分析百年呢在12月底的视频当中已经做过分享，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看。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2024年有关中国经济，普通人需要去关注哪些机会和风险。首先呢是3大趋势衍生出的7大产业风口。政策趋势方面呢，关注政府对于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大力支持。人口趋势方面呢，关注60后退休背景下中老年旅游和健康的需求。消费趋势方面呢，关注 K 型复苏格局之下富人阶层的消费升级、穷人阶层的平价消费，以及中产阶级的缓解焦虑、文娱消费需求。职业陷阱方面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2024年房地产业、建筑行业的下行、金融行业的改革，以及政府降支出对于相关岗位福利待遇的影响。最后呢，在投资方面，随着2024年美联储降息的开启A 股最悲观的时候呢可能已经过去，同时呢，黄金的涨势可能也并没有停止。此外在国内存款利率下调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还可以关注国内债券板块的投资机会。以上呢就是百年总结的2024年普通人值得关注的财富机会和风险。如果说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还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并点赞。后续呢，百年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深度分析。